好，我是法华经小小探险家欢欢。时间过得很快呀，今天我将为大家分享第5个譬喻了。上一集的化城宝处譬，导师使用神通力建造虚幻城市，引导原本已经感到疲惫不堪而要放弃的队员，再次朝向目的前进。这显示了佛伟大的智慧与慈悲，永远不放弃引导众生迈向成佛之道。那这一集平人戏珠譬又将以怎样的故事引导众生呢？来吧，我带你们去探个究竟。有个穷人到好友家吃饭，因为喝醉而睡着了。这个时候，他的好友因有事而必须外出，于是他把无价宝珠缝在穷人的衣服衬里后便出门了。穷人因为喝醉熟睡，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，所以当酒醒后又四处流浪了。不久，钱用光了，生活十分困苦，虽为了温饱而做小工，但生活还是贫苦，一有收入就感到很满足。不久，二人重逢，看到穷人的寒酸相，这位好友对他说：“你怎么那么笨？为什么会如此潦倒？我为了让你的生活安乐，心想事成，将无价宝珠缝在你的衣服衬里。我相信那颗宝珠现在还在那儿。经过了这么久，你竟然毫无所知，吃了这么多的苦，真是愚蠢。”这个时候，穷人才看到好友给他的宝珠，欣喜万分。你听了这个故事，有获得怎样的启发吗？那故事里的无价之宝，就是指追求佛的智慧之心和祈愿成佛之心。而好友缝在衣服内里的宝珠，既代表在很久很久以前，众生因为听闻佛说的《法华经》后，所植下追求佛的智慧的心。这里说的好友就是指佛。满足于贫穷的流浪生活，代表了只满足于小乘教的教导和觉悟，不想再追求佛的智慧的最高境界。与好友重逢，得知无价宝珠，指的就是听闻了《法华经》后，想起了自己曾经祈愿成佛的本愿。这也就是说，回到本来的自己，终于从无明中清醒过来。那么，大家知道什么是无明吗？简单来说，就是忘记了或不记得自己本身既有佛性。如果以喝醉酒的状态来形容，就如喝得烂醉的时候，完全什么都不记得了。喝得有一些轻微醉意时，也许还记得一点点，但是酒醒后啊，结果还是不记得了。这就是无明啊！由于心已经被无明覆盖了，所以无法得知自己生命的伟大。所以，当穷人看到宝珠后，心生大欢喜，也就是代表了众生通过学习《法华经》，自觉自身的使命，要为救度全人类的大愿而活。而立下此大愿，就是发现宝珠。只要为了大愿而活，其他一切愿望都会达成。从这里教导我们，只要确信是为了完成久远以来的大愿，就能理解在今世出生所承受的苦难，全都是为了救度人们而有的方便。所以啊，只要自觉大愿，自觉本身就是佛，自身的宿命就能转变成使命。最终，任何树叶之苦也必定能克服和获得绝对的幸福。哇，这一集的譬喻故事真的很有深度哦！原来穷人和宝珠的关系是有着那么深厚的含义呀。下一集的譬喻故事也是和明珠有关哦，那就是髻中明珠譬。
相信大家都很期待故事的内容，对吧？我下一集才告诉你们哦。